嘿，咱都知道啊，好多买车的朋友都觉得，只要是新车，那肯定都差不了，安全方面肯定有保障。但你还别说，有些车啊，买回去没几个月，你就得麻溜的跑回经销商那儿，苦苦哀求着给换一辆。今儿个咱就来唠唠2026年那些车主们最快就抛售的13款汽车，这数据一出来，可真是能把人惊掉下巴。就说排名第一的那辆车，差不多1/3的买家买回去还不到1年就给卖了。这里头有些车的牌子能把你惊得一愣一愣的，都是你压根儿没想到会出问题的品牌。再说说那排名第一的车，它让车主亏钱的速度，那简直都能算犯罪了。你接着往下看哈，除非你想成为那个白白烧掉3万块钱的倒霉蛋，成为统计数据里的一员。为啥车主们这么急着卖车呢？主要就是这几个原因。现在汽车技术太复杂了，买家根本应付不过来，保养维护的成本高得吓人。更要命的是，车的可靠性简直就是个笑话，根本没法让人放心。第13名，捷豹 F-Pace， 你知道不？有133%的 F-Pace 车主啊，买了这车不到1年就给卖了。这比例差不多是行业平均水平的4倍呢，可太夸张了。更闹心的是，今年可是燃油版 F-Pace 的最后1年了。为啥呢？因为捷豹打算往纯电动方向转型喽。上一次这车子有重大更新还是2021年呢，这意味着捷豹有整整4年时间，本来能好好改进这个平台，把这车子整得更完善，可结果呢，车主们还是急着把这车子脱手，一般买了车大概3个月左右，毛病就开始冒出来了。就说那悬挂、专业评测都夸它，说硬一点感觉像跑车，跑峡谷的时候是挺带劲儿，可这要是日常上下班开，那体验简直糟透了，哪有豪华 SUV 该有的舒服劲儿啊？还有呢，信息娱乐系统反应速度比拨号上网还慢，真是让人着急。而且这车子的储物空间跟它那些竞争对手比起来少得可怜，简直太可笑了。这新车平均售价要71210美元呢 ，Edmunds 还预测了第1年用车成本就得28879美元，贬值就超过2万美元。你花的钱跟买奔驰差不多，可开起来呢就像一辆打了鸡血的跑车，但是可靠性嘛，也就跟捷豹一项的水平差不多。这时候啊，开了6个月之后，你就会觉得奔驰那3叉星标志看着都顺眼多了。第12名，奔驰 C 级，它首年的周转率才14%呢。而且啊，这奔驰 C 级仅仅是榜单上4款奔驰车型里打头的那一款。一共4款奔驰车都上榜了，这可不能说是巧合，感觉就是有这么个规律在那儿。奔驰 C 级所处的这个细分市场竞争那叫一个激烈，就说咱能想到的紧凑型豪华轿车领域，德国、日本还有韩国的那些竞争对手都在抢同一批客户呢，而且人家还给提供性价比更高的方案。接下来我跟你们说说奔驰没跟咱讲的事儿哈。你看奔驰那些广告拍的那叫一个光鲜亮丽，内饰科技感十足，感觉的像操作智能手机那么丝滑，才能体会出它那所谓的高级感。可实际上呢，你开上之后就只剩挫败感了。买家花大价钱买了那颗3叉星徽标，结果发现后续维护成本高的离谱。这高到啥程度呢？每个月还车贷都显得合理了，换个机油比别人贵，换个轮胎也贵，连保险都更贵，啥都贵。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次收到维修账单之前的情况呢。从车主反馈的情况来看，是有这么个普遍现象的。你得花老鼻子劲去学习这车上的技术，简直像受罚一样，有点小毛病维修费用还贼贵。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奔驰车标的价值啊，根本配不上他卖的那个价钱。等过了6个月，车主心里就开始盘算，哎呀，老婆当初建议买的雷克萨斯或者捷恩斯好像还挺不错的呢。第11位，宝马5系，嘿，咱聊聊宝马5系哈。这车现在二手市场上是真不愁卖，周转率高达134%，听起来挺牛。但问题是，听说2024款要大改款了，我寻思着这情况估计更玄乎。你瞅瞅它那前脸那个大的离谱的双肾格栅，真是见仁见智，爱的人爱死，恨的人恨死。而且选配选到让人头大，动力版本一箩筐，买个车跟参加高考似的，挑来挑去，最后还后悔。不光是选车头疼，买完之后更糟心。根据 Edmunds 消费者报告的数据，第1年你光折旧就亏了小2万美金，算下来，你把这车开回家的每一天，钱包都在滴血，差不多1天就干掉50刀。再说说车里的那个 iDrive 系统，菜单多的跟迷宫似的，我怀疑工程师是不是把芝士蛋糕菜单整个搬进去了。咱宝马粉当初买它，图的不就是个终极驾驶机器吗？结果呢，开起来是爽，但面对一堆高科技，感觉自己像个啥也不会的新手。论坛里那叫一个热闹，车主们吵得不可开交。有人为那台直列6缸发动机疯狂，说操控简直人车合一，帅到没朋友。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吐槽，说这车就是个渣男，外表迷人，但处久了才发现，他那堆复杂的技术像催命符一样的保养周期，保养费比以前一辆普通车的月供还贵，真是让人没法忍受。
说到底，这感觉就像你为了颜值闪婚，结果婚后才发现你俩根本不是一路人，对方的性格你一天也受不了。这宝马5系啊，就像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梦中情人。第10名，路虎发现它首年的周转率是 13.6%， 这可是3款上榜的路虎车型之一呢。你想啊，当有 8.9% 的这个品牌的车在1年内就被退回，那就说明这不是个别车型的问题，而是存在系统性的毛病了。路虎发现起价要77163美元呢，它定位是夹在硬派的卫士和豪华的揽胜中间，可它哪边都没做好。它第3排座椅对成年人来说太小了，后备箱空间也窄得出乎意料。这么大尺寸的车，转弯操控性还挺有限。虽说这价格不便宜，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路虎的可靠性口碑。在每一项可靠性调查里，路虎一直都是排名垫底。买家大概到第3个月就会发现不对劲了，为啥呢？因为第一次保养的费用比他们每个月的月供还高。这发现第1年的拥有成本要32932美元，其中光折旧就有22032美元。你就把它停在车道上，每天就得损失60美元。哎呀，唯一比这 SUV 贬值还快的就是你当初想买它的那股热情喽。第9名，奔驰 GLA， 它首年的销售额蹭蹭往上涨，涨幅达到了 167% 呢，差不多是行业平均水平的5倍，厉害。这奔驰 GLA 是奔驰家入门级的 SUV， 起售价大概5万美元。不过呢，要是你再加点选装配置啥的，那很容易就超过 6.5万美元喽。它就像是那颗3叉星徽章的入门毒品，就跟大多数入门毒品一样，一旦沾上后面事儿就来了。买它之后很容易养成那种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到时候你可能就会后悔喽。这车子的燃油经济性啊，比同级别车型的预期要差不少，而且它内饰看着挺窄巴的，对于一款打着 SUV 名号的车来说，这问题就更明显了。还有呢，维护成本能把第一次买豪华车的人给惊掉下巴。为了能拥有这枚3叉星徽章，他们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预算都得紧紧巴巴的。等他们真正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高端品牌就意味着啥都得花高端的钱。换个机油，费用直接翻倍；换个轮胎，好家伙，费用直接翻3倍。保险公司一看到奔驰的徽标，保费报价马上就给你提高。在车主论坛上能看到这种事儿特常见，那些年轻的买家辛辛苦苦攒钱，就为了买下这枚3叉星徽章，结果现实马上就给了他们狠狠一击。等他们一仔细算这总拥有成本，才知道自己之前想的太简单了。你看看人家父母推荐的本田 CR-V， 花的钱也就奔驰 GLA 一半左右，而且说不定现在还好好的在路上跑着呢。这奔驰的徽章啊，在 Instagram 的照片里看着是挺酷炫的，但当你每个月都得掰着手指头算算自己到底能不能同时负担得起汽油费和保险费时，就会觉得这徽章也没那么吸引人了。第8名 Ram 1500，消费者报告给这玩意儿的可靠性评级那可是远低于新车平均水平，车主们的实际感受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它那个取代传祺 Hemi 发动机的新款 Hurricane 双涡轮增压直列6缸发动机，简直就是一场大灾难。好多车主都说刚提车才12个小时，发动机故障灯就亮了。注意哈，不是几天就几个小时而已。Edmunds 上有真实车主反馈说，我那全新的 Ram 1500到手才72天，就有32天在经销商的维修店里待着。这期间发动机警告灯亮了11次，而且凸轮轴位置传感器故障代码还反复出现。这卡车跑还不到1000英里呢，就被拖走一次，为啥？因为启动不了啊。再说说这电气系统，那简直就是一团乱麻。这些卡车要是不几乎天天开，根本就启动不起来，就算用应急启动器也经常打不着火，电池得断开充电12个小时才能正常工作。这可是一辆售价5万到7万美元的皮卡，可表现的就跟一辆开了15年的英国老跑车似的，问题一大堆。这种情况在 Ram、Dodge 和 Jeep 这些车型上都挺常见，他们在可靠性调查里排名都靠后，还经常因为零件短缺得等上好几个月，经销商也修不好问题，公司客服还不搭理人。有个车主买车才3个月就向商业改进局投诉了，还咨询律师关于柠檬法保护的事呢。哎呀，这哪是什么卡车啊，分明就是个昂贵的摆设嘛。第7名，林肯 Corsair 插电混动版。嘿，家人们，咱来聊聊排名第7的林肯 Corsair 插电混动版。消费者报告都取消对这款车的推荐啦。您要是瞅瞅它的召回历史，就知道为啥了。这车上那25升的混合动力发动机啊，因为火灾风险都召回好几回了，车主都被建议把车停到室外呢，还别用直流快充，得等问题解决了再说。发动机加热器起火，电池故障引发火灾，混合系统故障让发动机舱着火，还有燃油喷射器泄漏，这些事儿听着就跟灾难电影似的，哪像是豪华跨界 SUV 该有的情况啊。消费者报告的会员反馈也不少。
这电子系统问题老是冒出来，车动不动就得修个好几周，有人买车才2周，车就开始有异响，全轮驱动模块还会失效，电池警告灯亮了，得天天开车来保持电量。有位车主在凯利蓝皮书上吐槽说，买了1个月，我老失望了，第2周车就开始有抖动声，我那开了8年的老沃尔沃都没这毛病。要是价格只有 Corsair 一半的车这样，我还能接受，可花40多万买林肯不该是这样啊。林肯品牌的可靠性得分才40分，满分100，比行业平均水平都低，也就比 Genesis、克莱斯勒、GMC、吉普、公羊和 Rivian 强那么一丢丢，这可不像竞争激烈的赛场，简直就是汽车界的禁赛区啊。第6名，路虎 Evoque。这车型首年销售额那可是蹭蹭往上涨，增长了164%呢，都超过行业平均水平4倍还多。就他家最小的揽胜车型，起售价都超过5万美元了，要是再加上那些选装配置，轻轻松松就超过65000美元喽。好多买家就冲着路虎那枚徽章，宁愿花高价买这台车，但买回去之后呢，发现这燃油经济性还不如同级别车型的预期水平，而且这可靠性和那价格啊，完全就是反比关系。虽说车子设计确实挺吸引人的，可这也顶不住日常用的时候各种闹心的事儿啊。路虎车主的体验那都有规律可循，刚买回去第1个月那是各种喜欢啊，觉得这设计太棒了，身边人也都夸，就觉得这路虎徽章太值了。可到了第4到6个月，就得往经销商那儿跑大维修了，那服务费用比月供都高。接着到第7到9个月又得维修一次，车主大半夜的还得研究柠檬法案，填在线表格。到了第10到12个月，车主就想着赶紧把车换了，哪怕亏一大笔钱呢，就想在保修期结束之前赶紧脱手，因为过了保修期花钱更多。你就看那格栅上的徽章，那代表啥呀？代表着高的离谱的维护成本，隔3差5的维修，还有比车贬值还快的速度。要是你想买台便宜的 Evoque 也不难，等个12个月就行。到时候啊，那些后悔买这车的车主就都把车往市场上放喽。第4名，克莱斯勒 Pacifica 混合动力版。兄弟们，今天咱们来唠一个坑爹的狠角色，就是它克莱斯勒 Pacifica 混动版，直接拿下消费者报告倒数第1，堪称年度最不靠谱 MPV， 你说气不气人？普通版 Pacifica 口碑还行，结果一加上混动俩字儿，直接断崖式下跌，这可靠性刷新下限是。说白了，这车就是个定时炸弹。你要是花6万美元买了它，基本上每5台里就有1台给你上大礼包，中奖率高达20%，这可不是小毛病，是大事儿。混动系统刚出保修期就玩完，好多人反映混动部件坏了2回了，修了个寂寞。2变速箱换个变速箱能把你等疯，配件长期断货，有车主等了几个月，厂家连个啥时候能到的准信儿都没有。3电子系统开着开着，在红绿灯前突然给你撂挑子，熄火了还锁死，只能重启，尴尬加危险。4刹车更吓人，出厂时螺丝没拧紧，直接导致刹车失灵，这拿命开玩笑呢。5电池老款17到21款还有个毛病，电池可能自燃，想想都后怕。最新情况是你的车突然亮个红灯，告诉你混动系统快不行了，你拖到 4S 店，人家大手一挥，换变速箱，换行啊，等着又没货。更气人的是，就算你租了车过渡，克莱斯勒那边说不好意思，租赁费我们不报，等车修好再说。合着就是车坏了没得开，修不了没得租，厂家也不管，你没车，这搁谁能忍？尤其是一台号称家用的 MPV 卖6万美元，结果给你这么大一个坑，这简直是明抢啊！朋友们，买车可真得擦亮眼睛，千万别再跳这种坑了。第3名，梅赛德斯奔驰 GLB， 它首年换车率居然达到了212%，啥概念呢？就是超过1/5的买家才买了这奔驰 GLB1年就把车给换了，这换车率在全美国所有车型里能排到第5高。这奔驰 GLB 外形方方正正的，确实能吸引那些既想要实用又想弄个豪华品牌车的人，可现实马上就给人泼冷水了。好多人买回去就发现这第3排座椅特别窄，载物空间也小得可怜，而且啊，要是预算就只够买个入门级豪华车的，那这燃油费和维护费可贵得离谱。奔驰那高大上的幻象啪一下就破灭喽。现在不少年轻买家好不容易咬咬牙买得起带3叉星标志的奔驰 GLB， 可谁知道呢？保险公司一看这标志，马上就把保费给提上去了。这优质燃油比普通汽油贵15%到20%呢，去经销商那儿维修预约费用比独立修理厂贵2倍还多。更糟心的是，你还不一定能找到愿意修它的店，每次换轮胎、修刹车或者小修小补都得多花不少钱，就因为它挂着个奔驰徽章。
还有试驾这事儿里头的陷阱可真不少，在经销商那儿试驾就短短20分钟，根本发现不了日常使用的那些闹心事儿。比如说孩子们坐在第3排，一直抱怨座椅太挤，那货仓小得可怜，1周的购物都装不下，得像玩俄罗斯方块似的，好好规划半天才能塞进去，而且实际油耗比环保署估计的要高，这就意味着得比预想的更频繁的去加油。第4名，大众 ID。4，各位老铁，买车图个啥？省心省力，开着放心。但你要是看上了大众 ID.4，我劝你先别急着下单，咱把这篇血泪史看完再决定。要说这车有多坑，直接上数据。美国消费者报告给他打了29分，满分100分，什么概念？在他们评测过的车里，这车排倒数前几名，妥妥的不靠谱，代表29分。兄弟们，这都快不及格了是。为啥这么低？你看看它的召回历史就明白了。2021款召回11次，2022款召回7次，2023款召回11次，2024款召回5次，4年时间加起来34次召回，平均2月召回1次。这车买回家不是在修，就是在去修的路上。这里面最吓人的就是电池可能起火，为啥？电极装错了，就因为这毛病，官方召回311辆车。最离谱的是，召回通知发出来之前，已经有5辆车烧成灰了。为了让你别烧车，厂家给你的神操作建议是把车停户外，千万别用快充。黑人问号脸，大哥，我买的是电动车啊，大哥，你告诉我不用快充，那我充电得充到猴年马月，合着我买了个新能源，还得像伺候祖宗一样伺候它。除了电池这颗定时炸弹，整个车就是个 bug 集合体。1，电瓶没电了，结果就是动力电池满格，但车彻底瘫痪，动不了。2，车机天天抽风，开着开着黑屏死机，还得边开车边重启。3，倒车影像成摆设，想看一眼都难。4，各种软件漏洞层出不穷，让人心累。一位车主的吐槽更是扎心，保修期内换了3次电池，2次门把手，出了保修期换个空调传感器 USB 接口都得自己掏钱，每一次修车都得趴窝8天，自己还得花钱租车。最气人的是，当车主找经销商理论，人家一句话就把你怼回来，我们不是造这些零件的。好家伙，合着卖车的和造车的不是一伙的，出了问题就踢皮球。说白了，这就是传统车企急吼吼冲进新能源赛道，但技术没整明白，拿咱第一批车主当小白鼠。咱们的耐心和钱包就是给他们交的学费。说真的，为了省那点油钱，换来这么糟心的体验，真不值得。你觉得呢？第1名，路虎发现运动版这玩意儿首年折旧率居然高达283%，啥概念呢？差不多每3个买家里头就有1个在买车不到12个月的时候就把这破车给扔了，这比例可是行业平均水平的8倍啊！8倍，它不光是咱今儿榜单上表现最差的车，还是美国保值率最低的车。这现款车型最后一次更新还是2020年改款呢，你就想它可不就跟人老了似的，越来越不中用了。再看看人家竞争对手，像本田 CR-V、丰田 RAV4， 还有马自达 CX-50， 人家都推出了更新颖、质量更好的车来替代。路虎都有5年时间去解决这破车的问题了，可车主走的那叫一个快，比啥时候都快。这路虎的可靠性跟竞争对手比起来，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这在各种主要的汽车调查里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它起售价跟揽胜极光差不多，都超过5万美元了。可这钱花的一点都不值，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也没带来啥品牌价值。现在紧凑型 SUV 市场竞争那叫一个激烈，这发现运动版倒好，在可靠性、配置、技术、燃油、经济性还有载物空间这些方面全面落后。根据 JD Power 的数据，路虎经销商的服务体验也是业内最差的一批，所以这车上要是出个故障，那是肯定会出的啊，维修起来那简直就是噩梦，车主心里头能不窝火吗？咱再说说这13款车啊，它们有个共同的毛病特别明显，你花了大价钱可不一定能有高端的体验，那些复杂的技术本来买家还盼着能有奢华的感受呢，结果全成了挫败。维护费用更是能把那些以为每个月还月供就是最大开支的人给惊掉下巴，可靠性又差，车主不管是从实际感受还是经济上都陷入了困境，特别是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问题更严重，这说明新技术也常常会带来老问题。这些车首年贬值一般都在 1.5 万到3万美元之间，这钱消失的速度比你刚买车那股兴奋劲消失的还快。对这13款车来说，现实太残酷了，差不多每3到4个买家就有1个选择赶紧把车卖了，就当花钱买个教训。除非你喜欢把钱当纸烧，还美其名曰这是生活方式，要不然可千万别碰这些烧钱坑。汽车行业老爱画未来的大饼，可有时候这承诺就跟泡沫似的，啪一下就破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咱这视频也是实实在在分析，用数据说话，专门聚焦那些承诺改变一切，最后却只留下遗憾的车。